感冒呢，其实很常见是寒热相间两种一起出现。感冒常见的寒热相间，因为寒气跟热气可以同时存在。比如你发烧，同时身体里面有寒气。当然有时候呢，你可能会觉得你的感冒真的是不怕冷的，就是真的发热起来。但同时间呢，身体不会怕冷，就真的是觉得很想吹冷气啊，都觉得很舒服。那时候你觉得那个是偏向于热性的感冒。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，如果你身体有其他伤寒的症状，比如说你有疼痛、有头痛啊，或是肌肉拘紧啊，身体肌肉关节痛的症状，那也反映身体里面同时间有寒气。寒气没有完全消除，但是的确热气也很多，所以你感觉不怕冷，但其实身体里面还是有其他寒气的症状出现。因为身体里面寒热失调的时候，可能你不一定完全感觉得到身体的全部的感受。热气比较多，可能你感觉不清楚同时间有寒气的感受。所以呢，其实寒热相间的感冒是非常常见的。临床上面单纯热性的感冒而没有寒性的感冒，这其实相当少。所以呢，这样说也不是说它完全没有啦。通常的那种单纯热性的感冒而没有寒性的那种病情呢，通常那种真的是会发高烧，而且可能你很快就会看急诊，因为呢那种病情很严重，很不舒服，很辛苦的。所以其实如果你一般能够在普通门诊慢慢等自己好的病，它通常都是寒热相间的一种感冒。但是寒热相间的感冒在治疗的时候呢，不一定要寒热药两者并用。为什么？因为治疗感冒的主要方法，那个原则它是什么？主要原则最重点其实不是用寒热跟热药，而是要让身体的那个邪气有出路，邪有出路，让它可以离开。因为你要去中和里面的寒气热气，不如直接赶走它就更快好。就好像你要打仗，有敌人从另外一个国家入侵你的，其实你最好是赶走他呢。如果你要打死那所有人，那伤亡真的很严重啊，很辛苦这样打，你最好就要击退他，让他有出路离开。他离开了，那就国泰民安嘛。所以赶走他，比要中和他是更快的一个方法。所以治疗感冒的最重要的方法，如果在生活上面是什么？就是发烧，帮助身体出汗。发烧的目的就是为了出汗。其实发烧的时候，身体有热呢，本身也会直接用那个热气从皮肤帮助你去除一些寒气，但是呢不够快。最快的方法呢，就是用出汗，因为汗液呢，它从身体里面各种地方，从你的血脉里面，帮助你的那个从身体不同部位，把那个寒气跟那个风跟里面的热，不同的风寒热或者湿气，进入到身体的血脉，然后带走，从那个皮肤毛孔直接出汗。出汗呢，身体周身地方都有毛孔啊。如果有毛孔的话，它就直接能够去除那个里面的那种各种的邪气。所以发烧的根本目的是帮助身体出汗，能够出汗是身体能够解除表层疾病的最佳方法。所以感冒怎么帮助身体有治愈能力呢？你怎么帮助自己身体提升你的抵抗力，提升你自己好过来的力量呢？就是当感冒症状出现的时候，其实所有感冒症状出现本身都是反映你身体有治愈力。就是刚才讲了太阳病那个层次的那个症状，其实都是反映你身体有治愈力，因为你有治愈力才能够出现表层的症状。比如疼痛，疼痛是反映寒气进入到身体的皮肤，进入到肌肉，进入到关节，在不同部位呢，它有不同的堵塞，就会有不同的疼痛。但是它能够堵塞在某个地方，比如堵塞在头部，反映你的胃气在头部里面去跟它打仗，去抵抗它。如果它胃气上不去头部，那个寒气就会随着身体的气血血脉进入到身体里面去，下一层进入到脖子颈部，再下一层进入到肩膊背部，下一层进入到里面肺部，或是
里面的五脏六腑。所以如果你有不同层次的那个地方的痛症，就反映那个寒气进入到那个层次。如果你能够有最浅层的痛症，比如说头部，反映胃气还有那个对抗邪气的能力啊。如果他一下子感冒，完全没有头痛、肌肉痛，一下子就变成了咳嗽，它其实反映你身体比较虚弱啊，很快就进入到五脏的肺脏里面去了，所以它才出现了咳嗽。所以如果你能够出现发热、头痛，或者刚才说的太阳病，无论是中风、抗寒跟温病的各种症状，都反映你身体正气是相对充足的，是比较健康的人。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，记得要珍惜生命，避免压抑。压抑什么？压抑你的自愈能力，压抑你的抵抗力。比如说你感冒头痛的时候，就是比如说今天劳累的头痛，或者是你出去受寒的头痛，那个时候其实是反映你身体正气还相对充足啊。下一个阶段可能就会发烧，但是那个时候如果你吃点止痛药，或是你让自己身体更劳累，你把那个痛压下去，那可能你痛就不痛了，真的好像表面的层次好了，但是问题可能就一层一层进入到身体里面去，可能你就容易反复出现疼痛，反复不愈，变成慢性头痛，身体的各种筋骨的疼痛，或者你变成五脏六腑的慢性病，就是因为你浅层的时候用了错误的方法，你打压你自己，你抵抗你自己，你伤害你自己身体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珍惜生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要了解身体其实有智慧呀，身体其实如果你能够发烧，你能够疼痛，是身体的智慧啊，它帮助你驱除那个邪气，去帮助你控制那个邪气在那个地方，希望它不要进入到身体里面去。但是如果你不认识身体的智慧，你就是你这样倒过来伤害自己，恩将仇报，伤害身体啊，这样的话最终的受害者只有你自己啊。如果感冒的过程同时间有其他症状，那代表什么？比如感冒的时候，寒气可能进入到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去，进入到肺里面去的时候，它就容易出现咳嗽、气喘、胸闷。进入到心的时候，就容易心悸，就是自我感觉心跳、心痛或者是心郁闷的感觉。进入到胃，就可能会胃痛啊、呕吐啊；胃脾就是胃有堵塞顶住的感觉。进入到肠子就容易拉肚子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感冒的时候，平常你感冒一下子很快就容易咳嗽，或者一开始很快就会胃痛，或很快就容易拉肚子，那往往反映你身体里面的正气比较虚弱，所以那个寒气它就不单停留在身体表层，它很快就进入到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去。其实在中医里面呢，在经典里面觉得那些不是太阳病的症状，进入到五脏六腑已经是更深层了。但是如果你感冒的前层还没解决，它可能还有感冒，但它同时间兼有其他层次的病。哇，如果兼有不同层次的病，只要兼有不同层次的一个症状，在经典《伤寒论》里面，它就用不同的方法去治疗它，不同的处方，完全不同的治疗。所以你想想看，感冒的治疗有多复杂，真的是学中医整个《伤寒论》就是学习怎么去辨别这个感冒。其实现在的很多人感冒一开始就容易咳嗽啊，容易胃痛啊，容易拉肚子，的确反映很多人身体很虚弱，所以感冒一开始就容易同时间进入到身体里面去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解释一下，感冒其实真的是可以相当复杂的。当然，以下介绍这种复杂性，对大家来说，可能你不一定能听得完全理解，因为这是学中医的人可能学很多年都听不懂的。因为感冒是可以很多层次相间的，这种多层次呢，是出自《伤寒论》里面介绍的三阴三阳病，或者叫做六经病的那种理论。我们这里很简化的介绍一下，这里有一个图表，它就把三阴三阳病的常见的症状就列出来。其实不止这些症状，还有很多其他症状，但是这些呢是比较典型的。如果太阳病，刚刚就说了，典型的就是会头痛啊，那个头颈部出现紧痛的问题，
周身可能会怕冷发热，那是浅层的病。如果深一层进入身体里面，进入到肠胃，它可能会发烧，会出汗、口渴、怕热，不会怕冷，那个发热情况更严重。进入到少阳呢，下一个层次就会口苦、咽干、眼花、头晕、胃口差，不想吃东西，心烦，那就影响了肠胃了，肠胃开始有点虚弱。如果过了三阳病了，进入到阴的病，身体正气更加虚弱了。它首先影响了肠胃，脾胃的虚弱，它就会腹胀，整个肚子胀，肚子痛、呕吐，没有胃口，不想吃东西，腹泻、拉肚子。尤其是如果没有胃口啦，反映整个肠胃的吸收能力比较虚弱，那产生你整个身体的气血呢就会下降，所以身体整个抵抗力就会更差，更难好过来。到了少阴病就已经开始很严重了，少阴病之后就容易出现死亡的情况，整个身体可能非常疲倦、嗜睡，甚至是半昏迷的状况，手脚冰冷、拉肚子。到了叫做厥阴病，就是非常复杂的一种病情，又寒又热，口渴呢，气会往上逆、往上冲，心烦、失眠、心痛，心中觉得热，又觉得饥饿，肚子很饿，但又吃不下东西，手脚心都觉得热。以上呢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过程，一层一层深入。但是接下来我们想介绍，如果是同时间有感冒呢，感冒就是最表层嘛。那如果你感冒的太阳病的过程，同时间有阳明病，那就是两个层次的病相间。那如果再加上呢太阳跟少阳病呢，你想想看，它表面又发热，但身体呢又头晕眼花，又头痛，又胃口差，那个时候感冒就很复杂了。也可以太阳跟太阴同时间生病啊，也可以太阳跟少阴同时生病啊，甚至太阳跟厥阴同时生病。这种在《伤寒论》里面叫做两个病、两境的病同时出现。这种病的讨论在《伤寒论》经常出现，但其实还有更复杂的呢。更复杂的是三经以上同病啊，比如说三个阳的病同病，或者太阳、阳明、少阴同病，或者是跟四个病同病，甚至是六经同病的病情也会有啊。伤寒论就是教我们这样辨别，所以呢，感冒的辨别在中医里面是非常复杂。为什么刚才说一个高水平的医师，如果能够懂得怎么治疗感冒，那就代表他对于整个经典《伤寒论》里面的理论掌握到非常融会贯通，那他肯定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中医师。能够治好感冒的，已经是发现他非常高明了，就是因为他能够观察到整个身体的变化规律。